现在就是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 lounge。那如果你是打新航的话，这边给你2个 lounge 的选择。如果是 business class、first class 那一些就是 silver Kris lounge。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呢，就是叫 KrisFlyer Gold lounge。OK， 所以它要进来这边有2个资格，第一个就是有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是 KrisFlyer Elite Gold 的 member， 或者你是 Star Alliance Gold。那 Star Alliance Gold 就是 Star Alliance 本身就是一个联盟嘛，有像Singapore Airline、EVA Airline 长荣航空、ANA 全日航空、美国的 United Airline， 还有土耳其航空等等啦。所以我用的是 ANA 的这个 Platinum， 就是 Star Alliance Gold， 就可以进来这边。即便我不是买的不是 Business Class， 这一次我是做 Economy Class， 从KL 读 Singapore 读 Munich 这样子。就因为过年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transit layover 时间有一点变态啦，因为我是12个小时的 layover， 11点半到新加坡机场早上，然后我的 boarding 时间是11点25分 PM， 刚刚好12个小时。所以其实我进来这边感觉真的非常好，就以我过去去过这么多国家的 lounge 啊，比如说像 Emirates， 因为其实这个 KrisFlyer Gold lounge 它还不是新加坡樟宜 Airport 最 atas 的那个 lounge 它算是 second atas 的 lounge。可是我都觉得它比如说它比桃园机场的那个 lounge 好太多了啦，已经真的比很多中东航空的，可能是食物关系吧，因为这边只要给我们炒饭、点心，很多很适合我们的口味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归属感，而且你一进来它的椅子的用的皮革蓝色的，然后整个装修用的灯光比较warm嘛，所以你有一种就是给你 hotel 的感觉咯。它一样有给你冲凉房、shower room 等等，全部都给你。2022年4月，我们一家人飞去瑞士的时候，也是在樟宜 Airport， 不过那时候我们就没有进来 lounge， 因为很贵嘛。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member。那现在有了这个 Star Alliance Gold member， 就让到我比较方便啦。因为我到德国也是可以用德国那边的 facility 这样子。那其实 Star Alliance Gold 它是一整年，没有记错是5万个 miles 才可以 hit 到这个 Gold 的 member 啦，就是你一年要飞5万。那可能我过去就是飞美国、飞欧洲比较多，就飛2-3趟 business class 就能够达到这个target了啦。所以接下来希望在这边就一直到晚上哦，很多时间啦，慢慢走，慢慢看啦。看到我的车了。now，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奥迪 Q5 能不能够装下这么多 luggage， 我都不用算，怎样算了，应该5-6个 luggage 吧。这个 cabin 这个 size 拿不出来吧？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樟宜Airport转机了12个小时，然后 before that 我也没有什么睡觉，我老婆是完全没有睡，然后我们飞了14个小时，到了 Munich 过后开车来到我的酒店这边，就不能够马上 check in， 那时候只有9点多，就一直等到下午12点过后才可以 check in， 所以现在老婆跟孩子都已经安全的住进去hotel房间里面，吹着暖气了。这趟旅程就是主要是飞来慕尼黑，然后我们从这边为起点出发去奥地利。那我们这一次拿的这台车子啊，就是由 Audi Malaysia 帮我们跟 Audi Germany， 就是 Audi 总部这边谈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带着老婆孩子，又在雪地嘛，就给了我们一辆有 Quattro 四驱系统的 Audi Q5
45T FSI 的版本。那这辆车子的颜色叫 District Green 啊，好像我记得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拿一辆 AF5 也是这个颜色，我自己蛮喜欢这个颜色啦，特别在冰天雪地，因为你知道都是枯掉的树木啊，很黄，然后这个颜色整个就很 blend in 啊，整个就好像跟这边融成一体这样子啦。再来就是因为这辆 Q5 呢，它这个 level 大概是 GLC 300或者是 BMW X3 X-Ride 30i 的 level 啦，就它有265 PS 跟370 Nm。最重要的是这辆车子它蛮高配的，它就给我们 Adaptive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然后里面的这个荧幕又有 Wireless Android Auto、Wireless Apple CarPlay 等等，整个做起来就又有 RS 的这个 S Line 的套装啊，椅子啊外面都有，所以让我真的是很 confident 懂吗？所以这今天只是我明天开始正式出发前，因为这整个过程很难拍片因为你知道带着2个孩子真的是他们的情绪起伏很难拿捏，那个时候那个时间，虽然我们差不多每几个月都旅行一次啦，但毕竟孩子真的是还小啦，坦白讲，虽然讲3岁，一个1岁半，一个3岁，真的不是很容易 control， 不要讲 control 啦，因为小孩子你 not supposed to control 他们嘛，只是很难配合他们，他们也很难配合我们因为我们太疯狂了啦，没做这种事情。Okay, let's move on. 早上好，现在是9点半。那昨天我到这边大概在下午3、4点的时候就开始刮雪，慢慢在下了。所以昨天我来 Munich 的时候啊，其实感觉不到什么雪，只是看到一点冰霜在地上。可是今天一睡觉醒来，哇，整个雪白一片，跟我昨天看到的 Munich 是判若两人，我好像来到不同的 city 这样子啦。So， 哇，整个风景真的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雪是在日本北海道嘛。那这是我第一次在欧洲，在这个月份看到这样子的雪，我们还没有去到雪山啊。那因为我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在这个奥地利跟德国的边境那边有一个叫因斯布鲁克那边，哇，这是我目前一直在刷新，我看到德国下雪的这个量啊，真的是超大那个量。So， 我距离这个地方大概要3个小时的车程，虽然不是很远，可是因为你知道在山路就好像我之前拍瑞士这样子它可能有很多的隧道，然后很多的路上都不能走太快，会有一个 speed limit 啦。德国是没有 speed limit 的啦，不过我不确定等一下我上 Autobahn 过后会不会因为下雪，你看然后他就特意的叫车主放慢车速，还是讲我不知道。可是真的是，其实我完全没有 expect 到我在 Munich 我就会看到前面这个风景了。怎么说 Munich 它毕竟不是山区，它不是你知道吗？它不是像阿尔卑斯山瑞士、奥地利这些地方。可是even在这边都已经这样子了，我很难去想象等一下我到了奥地利过后呢，这个雪到底是多么的厚啊，那个量。因为我们用的是 Pirelli 的 Winter Tire 嘛，应该是 Pirelli Scorpion Winter Tire 冬季轮胎。所以加上这个是一个 Quattro 4轮驱动系统，所以基本上这样走还好啦，因为我们还是 on road 没有到 off road 嘛，所以我相信等一下可能会有机会4个轮胎都在雪白的道路上面，就真的是充分的体现了 Quattro 之所以叫 Quattro 的原因啦。哇，我也不敢讲话，你看这个应该是我的频道里面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画面，就是那个雪是很大片这样子在前面飘过来了。那你知道这奥迪的好处就是它有奥迪 Digital Cockpit 嘛，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整个仪表板都看到我的导航，这边有导航，我又有 Head 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所以我是有3倍导航的这个告诉我讲去哪里的啦。但因为我现在在拍东西，所以我就用它。如果一般上我都是用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里面的 Google Map 这样子。过去出国的经验里面，我只有去到中国跟韩国没有用到 Google Map， 因为那边不 support Google Map 嘛。除此之外，你一般的说美国美国当然啦，欧洲，这个台湾还是哪里，基本上都是可以用 Google Map 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Oh my god！ 我刚刚离开了 Munich 的市中心，往南走，就是去这个 Garmisch， 什么 Starnberg 了的。总之就是德国南部、奥地利北部的一个 border 那个地方，因为我打算在那边去买 Austria Pass，
因为你德国车你要进去奥地利，你要买一个好像多钱这样子的东西。10天没有错是9.9这个 euro 啦。我们现在这边就已经算是德国的高速公路了啦。然后路牌这边是写可以走60，对，这边还是60。现在这种 route condition 我也不打算加快啦。总之就是安全的到目的地就可以了，而且沿途风景这样美，加这样快做么？是不是？你不是每天有这种风景看？你看这边就很多那个 camper van 啊，很多人就在这边露营啊那些东西。当这个白色的片雪花降落之后，个体差异被缩小了。总之你就是如果是同样种类的树木，盖上一层雪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了啦，就非常的诗情画意。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一辈子都不可能在自己国家看到雪的人来讲，真的要怎么讲？花多一点钱跑出来外国开车就能够享受到这种风景啦。当然，我还是要再强调，因为我现在驾着的是这个奥迪 Q5 Quattro， 然后搭配的是 Winter Tire， 所以算是相当的舒服的。OK， 从这边开始呢，这条路就是没有 speed limit 了的。是的，不管你有没有下着雪，它大道都不会下一个 speed limit 给你，所以 technically 我要踩油我就踩。哇，那个雪OK， let's go。踩。这条冬季轮胎在旁边写，告诉我不能够加超过240 km/h 啦。可是坦白讲，我哪里敢加240？给后面有快车来啊，我给他过先。OK， 哇，不能，哇！如果旁边有一辆车，它走了过后，你不好马上进去，因为那个雪片那个冰块会这样子来。我昨天晚上的时候买了一杯 Hot Americano 过后，我就忘记拿下车放在这边，放在我的门边的那个 cup holder 了。好像我放在家里的 freezer 拿出来咖啡这样先。刚才一出门的时候看了很爽哇！你看风景，白色的雪哇，整个地上白这样看得很爽。可是我现在加一下哇，加到有一点 stress 了，因为它旁边的雪越来越多了，懂吗？所以它就会慢慢的把这条 highway 把它变成更加狭窄了。就本来有这个所谓的 emergency lane， 还是有一些缓冲区，你看它一直堆过来嘛。所以刚才我就看到了一辆铲雪车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就把那个雪在往外推。其实它就好像是下大雨，你知道吗？狂风暴雨，只是很冷，会变成一片一片的雨这样子啦。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北海道开车的时候，我有遇过是我要出多不能出，他告诉我这整条 highway 被封掉了，就是那个雪下的速度已经快过他们铲雪车能够铲的速度了。那我相信马来西亚人完全不会有这种体验，也如果马来西亚观众看了会觉得蛮新鲜的，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遇过说路上会有铲雪车这种东西。我刚才经过了德国一个叫 Garmisch 的地方，哇，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象到，完全没有去找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说雪山一定要去瑞士、去奥地利才有，其实德国境内的这个雪山已经很夸张没有了。它的建筑物，你看周围这个我还没有到跨国，这边还在德国的南部而已，所以。我相信我下一次如果真的要来赏雪的话，我相信我也不用驾这么远去到奥地利，就在德国这边基本上就可以。你看到这个 view 真的是不懂怎么形容了。如果你不看国家的话，我跟你讲这边是奥地利也不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人家去一些地方旅行真的是看名字吧，懂吗？打个比方，像瑞士，我知道瑞士很美，可是它有些地方难免会有一点 overrated、overpriced 啦。就明明同样的东西，你在别的国家也可以拿得到，可是做不了一个瑞士的 logo 就哇，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啦。可是真的，如果你单纯是不是为了要告诉人家你来过瑞士，这边真的是别输血一流。我跟你讲，这个风景，然后它的道路的这个规划啊等等，驾驶体验啊，哇 ，My God， 好像在童话故事里面开车这样子啊。OK， 现在我就准备要从德国跨进去奥地利了，过了这条线，噔噔 ，OK，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奥地利的国界。说这边你一进入这个国家，它就会马上告诉你，你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只有德国是 no speed limit 的啦。你进到奥地利、意大利，全部都会有自己的规则在这边。
那我现在一进来奥地利，我本来刚才是要在德国买这个 Austrian Pass 的，可是我一路上就这样子驾着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可以停下来的地方。那我现在距离我的这个酒店还有75公里，一样的，因为你一跨国了之后，在奥地利其实这个景象就是沿着德国的风景这样一路走。那交通的斑马线啊、路牌，我暂时没有看到不同啦，因为我真的是刚刚才跟你们一样啦，就带着你们一起从德国进来奥地利。那德国跟奥地利的边界啊，它的 border 有很多个，这个是 one of the 最小个的了。通常比如说你从 Munich 去 Salzburg 啊，就你从 Munich 往东走，或者你从就是比较北边这样子过去的话，那个是有比较像样的 Gastam 去 check 那些 lorry， 因为这种路没有什么 lorry 会走了。这个奥地利也是一样在 EU 嘛，在 Euro 欧盟里面，所以这个 Gastam 是更加不严。我上次你看，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次在瑞士的影片就知道，瑞士它的 immigration 是跟欧盟 share， 可是瑞士本身不是欧盟，所以瑞士不管你是跟法国的边界，还是跟德国的边界，还是你是南部跟意大利的边界，都会有象征式的 Gastam 放在那边啊。有没有人管是一件事情，不过它 at least 有一个 border 啦， 有一个 Gastam 在那边啦 ，OK， corner。哇，真的是这辆车真的是非常舒服，因为奥迪帮我准备的这台 Q5 Quattro 啊，它是标配了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那它厉害的就是这个车子它的 suspension 是0mm， 然后你可以跟它升高20mm 来越野，然后同时间你也能够跟它回到0mm 过后再往下降低40mm， 所以上下一共是有60mm 的调整幅度啦。而且当你在 Comfort Mode 的时候呢，它的 Suspension 又会自动降低25mm。所以你看因为 Suspension 是这样子嘛，如果你走 Highway， 你走2-3个小时，你太高车又很跳。那如果你太低，那个路感太强，乘客又不舒服，所以25mm 就能够你知道吗？就是在那边跟你后着这样子啦。OK， 所以现在刚才那个路牌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有这个 Austrian Pass。他们开始从这边 scan 了啦，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了，我要快点找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买这个奥地利的 pass 啊！我看到油站了，我看到油站了。OK， 我要去买奥地利的叫什么奥地利的 road tax 啊！哇 ，finally 100米的转进去，我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卖啊。OK， 我进来先 ，Sorry， 有没有微 bug？ 哈哈，有一个微 bug， 前面那个要出，我报前面一点。这边都是有捷克的车，还有波兰的车，德国的车，隔壁这个是波兰的，很容易看的，你看到那个缩写就可以了。我已经成功买到了我的 Austrian Toll Sticker。我猜它应该是用 RFID 这样子的技术啦，就是粘在你的挡风玻璃上面。它有10天、2个月跟1年的这个价钱，一年好像38块欧元，其实不贵啦。10天是9块9欧元，9块9大概40-50块啦。OK 啦，我刚好在这边也7天，买10天算是没有 looky 到啦。我现在就把它粘起来，看它怎么粘啊？看到有人在粘。我刚才观察到停在这边的车子，其实大部分来这边都是要买这个pass 的啦。不懂怎样粘，不会粘呢。它是讲粘在挡风玻璃上面呢。给撕掉了。那它讲呢，都没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road tax 难粘啊。OK， 它不会一搞这样子。放这边可以吗？应该可以了。Should be OK， 水不着水。Let's move on。现在就进入了 Servoz-Vis Ladis 的这个领域，然后它是由 Servoz-Vis 跟 Ladis 3座山组合起来的一个滑雪度假村这样子，所以这边是海拔真的是越来越高，我就沿着这条路走，然后我们的 hotel 是位于 Ladis 啦，然后这个 Audi Quattro 啊，它有一个好处是好像你看我去 Car 这边Car Details， 我能够知道我的海拔多少，941这样子。超级 accurate 的，因为有时候我要阿嘎一下这边到底海拔多高啊，有没有高原反应啊等等啊，你看，一直上踩。OK， 我现在要去到Automod， 哇，很压力啊，后面那2个一直顶在我屁股。
给他走线。ETSI 来的 Hybrid 的。哎呀，有人在前面带路还是比较好的。哇，要不是加这大辆车载着老婆孩子，哎呦，这个地方踩完油出弯，哇！呜呼！忍住，不可以烧，乖上就好了。下次先踩。现在海拔已经1000，吞多一次口水，1154米，中国叫公尺，1154公尺。OK， 这边应该是到了一个，哇 ，Oh my God，Oh my God，I like it，Oh my God。现在回去我的导航还有多远？Enjoy。啊，要到了啊，500米吧，500米就到我的 hotel 了。这是什么来的？可以进去的吗？应该是可以的。还没数。还靠近。可以啦。这是我在奥地利的第一个晚上，现在2个孩子都已经睡着了，现在是晚上9点半，然后我太太也准备要开始休息，然后现在是马来西亚时间已经过了大年初一，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的set了。马来西亚时间现在是凌晨2、3点，可是我这边还是9点多，就是说我还在除夕啦，然后多几个小时就在德国时间的农历新年，所以我有点感触是今天其实还蛮挫折的，因为时差的关系变成我早上3点就起床了，自己起来了。每次 jet lag 就是这样子，起床过后就一直弄到开车过来这边，差不多也是用了3、4个小时就走有停了。那到了这边过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 drone 嘛，拍了一个我觉得很满意的画面啦。以我第一次用 drone 来讲，第一次用这台 drone 来讲。只是后来我下车拍了 drone 过后，我的手就有一点冻伤这样子了，然后我大概有半个小时手没办法function了，我手连写字都不能。然后过后我就一直很挫折，我一直想要拍一些东西又做不到，因为你知道要顾小孩，孩子又闹，然后要喂他们吃东西，给他们冲凉，然后换尿布等等，然后你又要拍。当然我是很享受冷的人，我是最喜欢冷天冬天的国家，不然我也不会来这边啊。可是当这个冷它已经到零下5、6度、零下10多度的时候它已经超越我身体能够接受的极限，我就会开始整个人就是好像，你知道去过很冷冬天的国家人就知道你的手机你的 battery 会突然间没有电了，可能还剩下30%，因为太低温，他就跟你讲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电这样子了。人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2022年4月带着这2个瓜去到瑞士，那时候他们还小，很多人讲他还小，他不记得。Okay, that's fine。我现在是2023年的1月，其实还不到1年，我又带他来多一次。他不记得不用紧，可能明年2023年的年底我又带他看一次雪。他不记得我1年带他看一次，我不相信他到了长大还不记得，因为我意思嘛。因为我在欧洲这边，我自己很感触是，我们在这个亲子hotel基本上每一间房间每一组客人都是带着孩子来的。就是这样小的小孩子啦，然后亚洲人真的很难的我身边的朋友，你跟他讲带小孩啦，怕这个啦，怕那个啦，怕东怕西，怕麻烦，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吗？可以啊，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可以？所以真的，我觉得当然我不是崇洋媚外，我是觉得有些东西，特别是在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他们做给小孩子的 facility 他们为小孩子想的菜单给了一些东西，怎样去照顾到父母的要求。所以我来之前我才跟朋友说，我觉得我自己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到底文不文明、发不发达，不是看基础建设，它楼有多高、高铁有多快，不是，是人。一个国家它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小孩子，怎么样对待有小孩子的人，就是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人的这些人他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方便的程度，真的，尤其我在德国、在瑞士、在奥地利这边，我看到真的是人文文明之所以会进步，
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 ，OK。但我觉得真的教育小孩子这方面真的是，也不可以讲教育啦，就是怎么样陪伴他们，让他们从中学习，而不是打孩子、骂孩子，每天看 iPad 这样子，你知道吗？我讲我是讲我们 ，OK。我觉得这一趟旅程真的是我能够感受到最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跟德国人、奥地利人交流，至少他们的英文程度是 OK 的，大家可以交流啦，不像可能西班牙或者是法国会比较困难一点啦。OK， 所以我已经相当的疲倦，就很冷。我现在在车里面好像在冰箱里面，因为外面只有零下10多度吧。OK，good night， 新年快乐。现在是10点15分，我们吃完了早餐过后，就决定从奥地利这边驱车前往瑞士。这边距离瑞士的边境大概只是36公里，3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了。所以你看，它真的是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中间，被2座山夹着的一条小路啦，就是双向车道而已。然后因为我们来到这边算是第2还是第3天，所以小孩子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调到这边的 time zone， 变成他3点钟就起床了 ，I mean 3 AM 啦，所以他弄到吃完早餐过后，差不多他就睡觉了，就是他们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你带他去滑雪，带他去雪山，其实也是受苦啦，因为他们想睡觉，情绪不稳定，弄到我们也情绪不稳定。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自驾游，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要睡就给他睡。其实坐车是最容易睡觉的，车尤其是在走的时候，尤其这个车又真的是舒服啦，不是因为加奥迪就要讲奥迪好，它真的是很舒服、很安静的一辆车。So，这一次会倒回去瑞士也是怎么讲？做回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啦，因为我在瑞士的影片我有讲过，我就是一个边境控来的。像我住在新山的嘛，新山跟新加坡、马来西亚跟泰国，然后泰国金三角、泰国老挝辽国，还有这个柬埔寨，不是柬埔寨 ，sorry， 缅甸的这个边境，然后香港跟这个深圳的边境、珠海的边境，我全部都去过了，包括从厦门去金门这件事情我也做过了。然后想回去，上一次我们就住在瑞士的巴塞，就从巴塞尔去了法国 Como， 又去了德国的 Freiburg im Breisgau， 接着我们再从瑞士南下去到意大利的 Lugano， 瑞士的 Lugano 去到米兰意大利北部啦。所以其实我现在往瑞士前进的话，这个瑞士底下也就是意大利啊，所以它这边是处于3个国家的交界。穿越了不知道几座大山过后，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要正式离开奥地利的这个国境，进入瑞士。所以我对面来的车基本上全部都是瑞士驾过来的车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隧道，我开错灯 ，OK， 所以这边很多这样子的隧道，就是依着这个山间来建的。这个就，这个是写什么 ？EU 什么啊？我不会念，不了。总之就是 ，OK， 这个就是多了，这个就是没有错，这个就是奥地利的 Custom Republic， 什么不会念 ，OK， 继续走 ，OK，CH 这边就是瑞士了。Right， 我现在就正式进入来瑞士的，哇，真的是外国月亮比较圆啊！你看一进来瑞士那个景直接漂亮掉，连空气都清新掉，真的不一样。你看刚才哪里有这样子？没有，刚才没有这样子。刚才在奥地利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哇，瑞士真的是每一寸啊，每一个 cm 都是比人家漂亮啊。不过也贵啦，什么东西都贵。
在瑞士这边短暂的逗留一下过后，我们就准备要回去我们在奥地利的旅馆了。所以刚才就这样玩一下罢了。在这个叫三毛的地方呢，我就有一点要收回我之前讲的话啦，讲德国也是有，奥地利也是有，这么一定要来到瑞士。那瑞士真的就是瑞士哦。你看它的那个景，可能海拔也高了，这边是1600多以上的海拔，然后重点是蓝天啦。真的是不懂是巧合还是怎样子啦。我们在德国这几天都是昏昏沉沉，一来到这边就是大蓝天那种，就是该亮的地方亮，该暗的地方暗这样子。昨天回到奥地利之后呢，我左思右想，觉得昨天来的太匆忙了。今天我又再开36分钟从我的 hotel 驾到来这边。那这个瑞士叫三瑙的地方呢，它是瑞士唯一一个免税天堂 ，OK， 就是在这边买东西是免税的，所以随处都可以见到像这样子的牌子。这是 ZEGG 是这边比较大的，所以你看到这边有 Rolex， 有 Chopard、Hublot、IWC。看我现在走路都我的鞋，我不是滑雪鞋来的，我是普通的薄鞋吧。真的，因为这边是为数不多唯一的免税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买一只手表啦。OK， 没有买很贵的啦，我看他们卖多少钱。我的目标就是可能买一只 Tissot， 买一只 Omega 就收工了啦，不要买太贵的。那这次在这个瑞士奥地利啊，真的是打从心底的感谢有这一辆奥迪 Q5 可以陪伴我，因为它是一个45 TFSI 啊，265P 370 Nm， 然后他们选了 Snow Tire 给我啦，冬天，所以我在这样子的路面，我要起步加速跑都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趁着我2个老板，呀，醒来了，够力，酷了。等一下啊，你醒来了啊？爸爸，妈妈在那边买东西哦。等一下妈妈回来，狗狗在睡觉哦。OK， 等一下啊。OK， 妈妈来 ，baby 醒来了。baby 醒来了咯。baby 醒来了咯，你是买什么回来？啊，你买什么回来？没有带钱。哦，是啊，credit card在我这边哦。一般上我们只是会在一间酒店住2天1夜，可是我们在这边已经是4天3夜，今天是第4天了。可是给我们感觉好像 just like yesterday 了，好像昨天才发生这样子。因为这边我们住了4天半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 fully utilize 这边的东西啦。所以出门旅行，其实万不得已就不要带这个 size 的 luggage， 因为真的很头痛。你坐车，你坐 taxi。来回不管你坐车、坐 taxi、坐飞机啊，这个 luggage 都是一个很重啊，它不符合人体工学。所以就这个奥迪 Q5 来讲呢，你放32寸 luggage， 2个 cabin size luggage， 然后你还有位置可以放一些拉其他的东西。OK， 还有这个小子的车，然后这边我会再放 stroller， 而且这边这个地方啊，因为是掀背车嘛，所以你还可以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啊，然后再把它关起来。现在就来到位于因斯布鲁克的 Alpen Zoo 阿尔卑斯山的动物园。那这是我们的孩子第2次来动物园，第1次就是在 Zurich 就是瑞士苏黎世的动物园，所以他们
来了2次动物园，都不在马来西亚，都没有去过马来西亚的动物园。因为这边就是天气很冷嘛，现在只有2度而已，比我们从拉蒂那边暖和很多啦。因为那边都是每天经历了连续几天的零下4度、零下5度这样子，来到这边1度、2度又有阳光，就觉得整个哇，好温暖的感觉啊！2度我都觉得很温暖啊。所以东西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OK， 现在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什么来的 What's that? I don't know. 哦 Oh, the rock. 哦 Frog pig. 哦 Not.，not 哦。Oh,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哦，不是，怎么了？ Right. 哎呀， You don't know how to hide. 哦，不行好不好？ Oh, the duck. 打。 Go. 好彩我带独乐 Street 来啊！如果带那个 Spring U 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这个是4个轮的，4轮驱动的。Go！ 现在是早上8点，这个就是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的市区，算是接近它的 City Center 这样子啦。所以这边呢就给我有一点意大利的感觉，因为这边距离意大利已经非常的靠近了，然后你可以从远处看到上面就是雪山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从我们的酒店开车去到一个叫 Hungerburger Station。OK， 所以在我前面这排建筑物呢，就是如果你上网打 Innsbruck， 它就会出现的画面，非常的美丽，因为它背后又有这个雪景。所以在 Innsbruck 的市区开车啊，你经常会要进入这样子的羊肠小径，它真的就让我想到罗马了，因为罗马哈，到处都是这样子的路。罗马这个路还算大条了，如果你去过罗马，罗马的路大概是这样子的路的一半嘛了。所以在罗马只有那种什么 Smart Fortwo 啊。Fiat 500啊，或者是那种 motorbike 可以生活，还可以生存嘛了。所以这样子的路在这边算是非常小条的啦。因为它是一个爬坡道来的，你看它整个是斜坡，因为整个城市其实只有相当少部分在沿着河边是平地罢了，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处于这种陡坡、这种山坡这样子啦。那我也是会想到这个首尔。韩国的首尔也是这样子的，就到处都是要走斜坡，上坡下坡，上坡下坡是很普遍的事情。OK， 所以现在这边马上一上来就要右拐。香港香港也是这样子，香港港岛啦，九龙不是这样子。OK，右边，哇，这个很吊诡一下，刁钻一下。Open 就是右边，左边。OK， 左边 OK， 哇，好困难哦。这个左拐右拐左拐，对于我们这种驾右驾的人，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应的。画面应该看得到，上面就是那个白色曝光的地方，就是雪山了，山顶了啦。那这边的 top 应该是海拔2000多。停在这边呢，从早上8点到傍晚6点是6块钱 per entry。所以如果我停在市中心，其实这个时间一整天是8块钱。那既然我停车都要给 parking 费，不如我停这边更好，因为你自己有车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来欧洲啊，尤其是比如说德国、瑞士、奥地利，你真的要自己开车，你才能够 fully experience 这些东西。我等下准备要去找油站打油了啦。所以1个 liter 呢，它是走10.5公里，不是，就10.5公里 per 100 km 啦。坦白讲，它不是很省油，可是你要考量到它是一个20寸 Winter 打压。又是一个 4-wheel drive 的车子，而且我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4轮驱动，真的是很庆幸有这辆车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整个跨国之旅。我们现在就前进 C Group 这个地方，就是海拔1019米。
其实我们特地又从 Innsbruck 上到来这个 Seagrove 这边玩雪，有点笨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 Surfers Fisladis 本来就是一个玩雪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连续2天都从 Kinder Hotel 去瑞士的三劳，再加上 Kinder Hotel 里面有很多设施给小孩子玩，但是不用紧了，我们来到 Innsbruck 也是可以的，只是贵了一点啊，因为 Innsbruck 这边上来的车票我还没有到 top 啊，我只是到这个1900公尺的就要66块，2个大人啊，小孩子6岁以下不用钱。311块左右啦，但是 OK 啦，你都来到这边了，对不对？因为你看这边就给他们玩雪。Baby 有，你几岁？那1岁 OK， 戴手套看不到。哥哥嘞？哥哥，你的 monster truck 嘞？哥哥 ，What are you doing？ 哥哥，跟我玩，拜拜。走对。这样你看，手很冰哎。他弟弟压在我的右脚，起不来。走，跟他坐走。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子呢，不会滑雪又没有带滑雪器具的，只要给5块钱的 deposit 就可以租用这个小孩子玩的东西。这边会有一个 magic carpet， 你就可以沿着这个坡道，它是一个好像电梯这样的上去，然后再滑下来，然后它 maximum 你可以使用1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带小孩子来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穿到像那些专业的滑雪人这样子跑上去滑下来，或者是那些人上到去上面再从上面滑下来，这样子滑下来，这个对我们这种业余来讲是little bit too much 啦。这样子刚刚好 just fine just nice， 而且又几乎没有给他什么钱，只是给缆车上来的钱嘛啦。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来 Innsbruck 要上来这个地方。2.049。不懂有这个弯道啊，然后不知道被罚进谁块。我现在在奥地利跟意大利的边境，应该再过1-2公里，我就要进入意大利的北部，然后去一个 Vepideno 的地方，它是一个小镇啦，所以距离 Innsbruck 这边大概是56公里，1个小时的车程。OK， so 这边就是意大利的国境，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意大利的牌，意大利。O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意大利 ，so 就完成了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OK， 我们进入隧道了。可以放卡吗？可以放卡吗？没有什么钞票呢。Introdurre il denaro o la tessera. Geld oder Karte einführen. 1块3毛，一张50块5元的。可以，OK 收。Ritirare il resto. Restgeld entnehmen. 哇，紧张，一回生2回熟，有2公里。Vipiteno。这个是我们在意大利吃的一餐，就跟我们上次去米兰一样，就是特别开车来意大利吃一个晚餐，然后我们就再回去奥地利的旅馆。OK， so 开动。我们
们在意大利吃了晚餐过后，我就准备从这里走小路回去奥地利。那走小路跟 highway 的差别是，这边的限速就会比较低，只可以走90 km/h。再来，虽然 highway 也是没有路灯，不过这边就更加的暗啊。不过好在我这个奥迪的 Matrix LED 大灯啊，真的是我车还没有到那个 corner， 它这个灯已经竖到下一个 corner 了。OK， 我们现在进去一个 tunnel。因为刚才我从奥地利下来的时候，我经过了一条隧道，很短，可是我要给11块欧元。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给到好像不是很划算，因为我没有用完整条 highway 嘛。那现在其实只是晚上7点啊，可是我觉得好像马来西亚的半夜2、3点这样了。你看我的灯，哎呦，我那个车灯，哎呦，你看一有灯一有车来哦 ，OK， 它就自动屏蔽掉。哇 ，Light Show， 你看，我走小路，奥迪还送我一场灯光秀啊，你看，哎呦 ，OK corner。哇，这种路更好驾，好驾过 highway， 等下 highway 驾到想睡觉。刚才在这个 Baby Dano 啊，它就是它的名字有2个名字的，还有一个德文名跟一个意大利名。所以其实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小镇啊，我喜欢它还多过喜欢 Innsbruck 啦。因为你知道 Innsbruck 虽然也是一个小镇，可是你人口多了，很杂很乱，也不有到脏啦。总之就是那个感觉就还好，觉得就好像欧洲其中一个欧洲城市罢了。可是这个城市真的就是它很古色古香啊，很小很宁静很 peaceful 的一个小镇这样子啦，而且举头又可以望到雪山这样子。OK， 这边的限速很低罢了，这边的限速是30，哇 ，City Center。歡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講拜拜。我現在準備要離開奧地利，回到德國去。我從德國來的嘛，我開的是德國車啦。所以現在我用這奧迪的那件導航地圖，它能夠告訴我多少公里開始要 border crossing， 所以我距離德國還有3分鐘，4.3公里，我就要正式從奧地利進入德國的國境。那這一趟的奧地利之旅啊，可以說是收穫滿滿，而且它也比我原先預期當中還要來得好。我指的好是它很適合自駕遊，它很適合親子遊啊，它也很適合漫無目的的遊，因為周圍隨處都是風景，360度無死角的風景，有山，有建築，有河流，有湖泊，各種啦。總之就是哇，坦白講，因為我那一天從奧地利進去瑞士的時候，剛好瑞士出太陽，我就講瑞士很美。其實沒有這個東西，我要打咧巴咧，我要收回。其實是一樣漂亮的，因為有時候瑞士它真的就是那個名牌啊 ，OK， 它本身它有很多名錶啊，它的旅遊名稱很響亮。可是你不要看那個國旗啦，真的是一樣的東西。而且我覺得這個物價，就我自己的實際體驗，奧地利的物價至少比瑞士便宜30%到40%，這不誇張了，因為真的是你會覺得它一樣的錢，為什麼我要花在瑞士？就是解名嘛，就是他給一個名，我在瑞士很像厲害這樣。但其實真的，你如果你會體驗的話，我覺得奧地利跟德國南部啦，就是巴伐利亞南部真的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旅遊體驗了啦。那這一趟開着這台車子帶着孩子，真的就回到我們之前瑞士的那個模式，就是邊走邊停，小孩子睡覺。因為帶小孩的朋友都知道啊，小孩子他們一天當中最 active 的時間其實不長的，就是吃了早餐過後，他大概要睡一下，可能是午覺，然後他要繼續 active。所以當他你盡量讓他想睡覺的時候，就上車就開車，就你利用小孩子補眠的這個時間，然後你開車啊，反正你都要 travel 的嘛，這樣你就一邊 travel 一邊這個給他們休息，然後你也不用趕路，你也不用加快的。OK， 這是 border crossing 了嗎？800米，800米。誒，等下我要進去，我 cross 了沒有哈？600米 ，OK， 600米 border crossing， 每個人放慢了，不這麼我要放慢就放慢了。因為這邊的 speed limit cut 成60啊 ，OK。那有趣的是哈，如果你是從這個 Innsbruck 要去 Salzburg 的話，你也是要走這條路，就是你要從奧地利
进去德国，再从德国再进回奥地利才比较 make sense， 因为不然你从 Innsbruck 到 Salzburg，它整条路基本上都是山路啦，又有 tunnel， 然后现在这边就是真的是 border crossing 了。哎，还是我已经在德国了啊？我在德国了是吧？啊，对了，刚刚我在讲话的上2秒就是在德国过掉了。现在这边底下是一条大河来的，所以这边已经是正式进入德国的这个 border 了。然后前面开始是堵车了啦，不知道为什么会堵车，因为都没有 custom 的嘛。我们明天会在 Munich 有一整个 full day， 后天一早从 Munich 才回去。看到了 Republic Deutschland。因为我这次的行程安排是第一晚一下飞机在德国住1晚，然后第2天就从德国直接下奥地利，然后住了3晚，回去 Innsbruck 住2晚，最后再回去德国住1晚再回。然后我们的最后1晚跟第1晚都是同一间酒店。那这个是我综合我过去的经验累积出来，这样子 travel 会比较 make sense。因为你第1晚你知道周围有什么，你摸清楚了，然后你走最后1晚你要买什么，你要去哪里都能够从那个地方出发，你不用重新又再认识你那个酒店的周围。这也是给大家参考啦。现在我就回到了德国的 Autobahn， 就是传说中没有 speed limit 的 highway， 你要走几快就几快，没有人理你，没有 speed limit， 踩罢了。你要加200是你的事情，你要加180是你的事情，你要加250是你的事情，自己小心就可以了啦。So，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德国的高速公路开车，其实也不久了，大概是去年的9月份吧。那个时候，不是啊 ，actually 是去年的4月份，那时候我从瑞士进入德国的边境的时候 ，Baden-Württemberg 那个州的时候，我就体验到踩罢了，来160、170。OK， 那在高速公路的这个丛林法则啊，就是谁快谁正确这样子啊。这个是 Mazda CX-5 来的，从荷兰过来的。那就是在德国的路上看到荷兰注册的车牌是非常普遍的啦。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因为荷兰语 Dutch 跟 Deutsch 是非常有接近的啦。因为没有记错，荷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高山啊，荷兰是靠海的嘛，所以很多荷兰人要滑雪要什么都会跑来这个 area 这样子啦。那荷兰来其实也不远啦，就以你这样子的 speed 里面来讲，走到荷兰的边境是几个小时就到了啦。现在早上8点10多分我们是11点20分要 boarding， 12点半飞，所以现在还好了，这个时间飞就慢慢找一下行李拿出去放在车上先了。Stockwerk 0 Floor 0。这一整趟行程最头痛的就是这个32寸大 luggage 放了之后，这个 dual sling 要怎样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小 luggage 嘛，所以就必须要拆掉它的这个轮才可以装。左边这个轮拆掉它，右边这个轮也给它拆掉它。天气冷东西难拆OK， 所以当这2个轮拆掉过后，我就稍微推进去一点，这个东西放前一点，再往里面塞进去一点 ，should be OK。经过了8天7夜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自驾之旅，我现在就回到了 Munich 的机场，准备把车交还给奥迪。所以就跟拿车的时候一样，我就停回机场底下的奥迪 Conference Center 的 car park。所以非常感谢这辆 INBN 7589的奥迪 Q5。当然，我们一路上从德国一路去到2-3个国家都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非常享受这个旅程啦。所以希望大家享受今天这一集。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接下来去什么国家的自驾，欢迎在留言底下讨论。Let's move on。按电梯。那边。